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商城管理系统教学。今天主要来讲关于数据库管理的部分，可能稍微会专业一点哈，但是我还是觉得需要录制下来给大家了解一下关于这一块的管理啊。我们都很清楚，一个大型的系统的技术层面上的管理需要很多不同的职务，比如说有开发工程师。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是数据库管理师。数据库管理师他不是单纯的只是去建立一些表字段而已，他最大的职能是在未来的运营过程当中需要由他来管理所有的数据。数据对于系统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哈。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的大系统的经营商，比如说 Facebook YouTuber或者是这种亚马逊等等之类的大型系统的站点管理员，里面大部分比较核心的职务就是关于数据库的部分。无论从安全啦，或者是优化啦等等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数据库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重要，老师已经讲了3次了就表示它真的很重要。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这种数据库管理，你看密密麻麻的这就简单的过一下所有的其实每个系统所有的数据都会像这样子呈现在一个数据库管理的一种形态上。那么现在大部分用的比较热门比较多的数据库大概分为以下几种像 Oracle 包含这个MySQL也有 MS Circle 等等之类的，蛮多种类型。那大部分用的比较多，像 PHP 用的比较多的，或者像 Java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MySQL 那么 MySQL 的管理工具也有很多，但是不管你用什么管理工具，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你需要由本地去登录到你的数据库的服务器上面去。那当然我们在安全的防范上面会有很多的防范方式，比如说可以指定 IP 访问，也就是说服务器只认你某一台电脑的 IP 上来访问的时候才允许你通过，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加密方式也有，或者是改变端口的方式也有，但是这样好像似乎挺麻烦也挺危险的。所以 Ecommerce 这一套系统来讲，这个商城系统它本身自带的一些常用的数据库管理的一些小工具吧，一些功能。好，那我们正式的进到我们的商城后台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的管理方式有哪些。首先，数据库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备份。备份又分为手动备份，或者是不定时备份，或者是定时备份，也就是计划任务性的备份。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系统后台的这一个部分，它是可以让你根据你的需求去制定你的备份计划。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去进行备份。那么设置备份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你的备份类型避免你到时候出错了很麻烦。那当然备份的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今天系统在运行过程当中有一些数字出失，或者有一些数据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还原到你所备份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库里面去还原到那个时间段。那当然还原到那个时间段以后的数据就会没有了所以对于数据的操作上来讲一定要特别的当心。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关于数据库的第二个部分比较重要的就是对整个数据表的优化。数据量在逐渐增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所谓的数据的碎片那这些数据碎片就像我们的硬盘硬碟一样，有时候我们的硬碟里面也会存在一些不必要的这种碎片等等的整理所以它对于数据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标准的数据库师他一定要登录到数据库上面进行一个一个检查管理，似乎这个工作量挺大也挺麻烦的。所以呢系统本身是带了一个简化的就是一键式的这种数据表的优化整理就是左上角的这个按钮你只要点一下就可以它自己就会优化这个部分。那当然它不是很深入的优化它是按照一些标准规则来进行一些比较粗浅的这种初步的优化。
但是对于一个商城的运营管理来讲，它已经完全足够了。好，那第三个呢，比较简单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数据库里面要运行一些命令句的或者命令行的时候，去查询调用数据的时候，都完全可以通过后台来操作。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我们会经常登录到 server 上，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一些安全事件的发生。好，那这个是它的第三个功能。好，我们来看看第四个功能，是关于这个表前缀的修改。当然这个专业的老师他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但是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讲哈，如果说在我们的后台修改表前缀的话，一定要进入到系统代码，就服务器代码里面的 data， 就是数据的这一个目录下有一个文件叫 configure.php， 里面有一个变量词也要修改成你现在修改的这个表前缀的部分，这个要特别关注啊。否则你表前缀一旦修改以后，那么可能会造成你没有办法访问，因为表前缀不同了嘛，所以你就可能会访问不到整个库，这一点很关键。那么第五个呢，这个指的是做数据迁移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当你的站点越来越大以后，肯定是要做区域性的平衡部署。好，那关于这种平衡部署的话，经常你要迁移一次服务器或数据，都会费掉很多人力、很多精力哈。这个也是一个企业经营的最大的成本。但是呢，系统为了要简化这种工作量，所以就做了一个直接可以在后台做数据迁移的这样的一个小工具，好，让大家可以去读取同步原有的这个主系统的一些数据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简化非常多的一个工作量啊。好，那这个部分呢，请备份原站点的数据信息哈。这就是刚刚要设置的部分。等你设置完毕，点击数据迁移以后，所有的数据就会到达我们这里来，就会同步过来。那最后一个就是清理缓存。其实我们在管理整个后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修改一些生成上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比如说图片啊、文件啊、商品啊、更新啊等等，各位一定要记住去清除一下缓存哦。那么要找到缓存其实不麻烦，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油漆刷有一个油漆刷的这个按钮，你一点，它就会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么在整个你修改完系统设置以后，需要去清理缓存，这样的话部分的一些设置它才能够正常的去显示。这一点请大家务必一定要注意哈。好，那今天数据库的管理部分，老师就简单讲到这里。那我们下堂课再见，拜拜。